景睿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哎呀，那只是一个破篮子，人家扔在这儿的。玉京，今天是不是被吓坏了？你还好吧？我就是在想，你在井底下帮我找翠月诀的时候，那些女尸就在你旁边，我一想到心里就觉得发寒。我算半个江湖人，也未必就吓到我了。景睿，你送他回去吧，侯府就在前面，我走2步就到了。你呀，不愧是严侯的儿子，整天神神乎乎的。不想送就不送嘛，干嘛还说我爹呀？哼！走了，哎，没说不送你，我送你。苏兄，那你去吧，飞流跟着我呢。飞流？放心吧，他一定在附近的。啊，那我先去了。玉姬，等等我。能在这里遇到蒙大统领，真是巧啊！巧什么巧啊！你明知道我会在这个时辰过来找你的。你身边不会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小孩吧？当然不会了。我只是想看看，谁会对我出手。是谁啊？怎么样？他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护卫，若不是蒙大统领恰巧经过的话，我完全可以得手。蒙大统领恰好经过，他发现你了？没有，我立即就退出了。身边只有一个护卫，这个梅长苏居然如此大意。他也不算大意，那个飞流啊，确实武功高强。我和秦瑶2个人联起手来，一时之间都拿他不下。带上他一个呀，胜过带上一堆护卫呢。卓兄啊，把这个小护卫从他身边引开，你总会有办法吧？梅长苏到处看宅子，看来他在你府中住不了多久了。你有没有可能在他搬走之前除掉他？此事微臣定当尽力而为。启禀殿下，户部尚书娄之敬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求太子殿下庇护老臣呐！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要本宫庇护啊？殿下，可曾听说城西的兰园枯井中挖出了10多具女尸？这件事儿京城已经传遍了，本宫当然知道。微臣知道，
此案是怎么回事儿？大人，这个兰园查清楚了。回大人，属下去了商行，调出兰园一应契约来看了，这园子今年内就转了2手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。那个园中的藏尸至少应该有7、8年了。那个时候，这个园子归何人所有？此人名叫张进，暂不知是何身份背景，只知是商籍。曾在京城拥有多处风月场所，为人低调，但财力和人脉都极深厚。4年前因病去世，子侄不孝，产业渐渐凋零，这处园子也因此被拿出来售卖。那后来呢？属下派人将张家现在的男丁中已成年的全数羁押回来，正在逐一盘问，暂时还没有查出别的。兰园原本是一个名叫张进的人经营的暗场子。殿下您知道，朝廷法度，官员不许侠妓，自然有好些人，他不敢明着出入风月场所，全靠张进私下安排。一个暗娼园子也没有什么，去的人多了。只是本宫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挖出那么多具女尸？这些女孩子啊，皆由张进所养，比外头青楼里的花样要多些。原本也只是为了逗乐助兴，可时间一久了，偶尔也会下手失了轻重，弄死1、2个女孩子。这枯井中的尸首，就是楼尚书，你手上也沾着这种人命？也就2、3个。你好色也就罢了，偏偏还喜欢这种把戏，还偏偏一不小心露出个首尾来。4年前张进就死了，兰园也渐渐荒废了，微臣便没放在心上。只是没想到，他处理尸首竟如此草率，随便往井里一扔就算了事了。算了，不用太担心，陈年旧账，也无凭无据。你是朝中2品大员，谁敢胡乱攀扯到你身上啊？楼尚书，你还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？殿下，属下已经查问清楚了，此人名叫史君，原是兰园主人张进的心腹总管。兰园案发后，便有人想要杀他灭口，他无奈之下才来投靠殿下保命的。想要保命，总得有些筹码吧？他说，张进生前将兰园里发生的事情都记录在了一本名册上，临死前交给了他。这本名册对本王有用吗？他还不肯交出名册，但说了一个名字。谁？娄之进，还有本名册？怎么还能有本名册呢？你实在是太大意了你！微臣也没想到张进敢这样做呀！尸首被翻出来之后，微臣一时惊慌，想着那个史君也算是个人证，便派人去封他的口，谁知让他给逃走了。这时候微臣才知道，竟然还有一份名册。那史君现在逃往何处了？裕王府。你，娄之敬，户部尚书，太子的钱袋子，娄之敬。好。
好一个梅长苏啊！他顺手买了一个园子，就送给本王这样一份厚礼。你说的对，把郡主那件事里梅长苏的功劳散布出去，果然是有效果的。岳贵妃因为此事被降位为嫔，东宫多半已经死了招揽之心，准备对她下手了。谁知她随随便便一反击，就给了太子这么大一个耳光。梅长苏，又是这个梅长苏，满京城的院子他不找，他偏偏找了这一个。他好端端的走在路上，他又掉进了井里面，他这不是存心跟本宫作对吗？殿下息怒，我们已经失了先机，可并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。誉王手里有了使君，可怎么使用，对他来说也是个难题。此话怎讲？若誉王性急，直接将使君和名册带到了御前，事情反而简单了。哦，本宫明白了。父皇生性多疑，誉王越是心急，想一脚将他给踩死，那父皇肯定会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哪有七诸亲王插手刑案，亲自掌握人证物证的？一旦陛下将此事当成东宫和誉王之争，他反而不会关注案情本身了。这样一来，娄尚书或许还能争得一丝生机，也未可知啊。那要是誉王考虑周全，把使君移交给了京兆尹府呢？如果是这样，殿下，我们就只有硬碰硬的拼一下了。到时候就看京兆尹府的高升到底会买哪家的账。这又过了2天了，还没有什么进展。张家的后人，我挨个审问了一遍，不像知道什么详情的样子啊。你想想看，堂堂京城里的一个园子，竟然藏着10几具女尸啊，还被2个世家公子给翻出来了。你说，无论哪条，都够让人家当谈资的了吧？现在这个案子满京城闹得沸沸扬扬，上面刚刚把我召了去，逼着我让我急速破案。你说你现在呢？只查出这么点东西来，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差？啊！大人，查案子这种事情呢，得要有线索，急不来呀。哼。什么人敲鼓？属下去看一下。你可知府衙门前鸣冤鼓，不可随意敲击。你有什么冤情，报上来吧。小人并无冤情。大胆！你是来拿本府消遣的吗？来人，在！不，小人是来投案的。你投什么案？兰园枯井案。这个宅子一共有3进院落，通透、敞亮，怎么样？对我给你选的这个地方还算满意吧？啊？自从你翻出那个枯井藏尸案之后啊，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想要换个住处？我可听说誉王选了好几处宅子想白送给你，你都没有。你居然肯花钱买我推荐的宅子，太给我面子了吧？啊？你蒙大统领是何等的分量，谁敢不给你面子啊？我出来京城的那点名气，还不是靠你跟废刘那仗打出来的？
飞流，哎，飞流，你家飞流怎么了？他不想看见你。为什么？飞流，你喜欢蒙大叔吗？不喜欢。哎，为什么呀？飞流打不过。你小小年纪能有这种修为啊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听说他前段时间居然把夏冬都给打败了。你的进步也太神速了吧！啊，你怎么知道他把夏冬打败了？夏冬自己说的。夏冬在玄镜司训练新人的手段之严厉，那是无人不知的。有人受不了了，他就说：“你们要像飞流一样把我给打败了，那就不用训练了。”半天的时间，传遍了全京城。你不知道啊？啊，飞流，小心有人找你挑战啊！来啊！传太子口谕。太子教令怎么传到京兆尹府来了？别猜了，出去听听就知道了。闻得京城突发枯井藏尸一案，物议沸然，身为掌政太子，不可不问，故令京兆尹高升明日入东宫，面禀案情，领谕。臣高升领太子教令。大人，这好端端的太子怎么过问起这个案子来了？此案没这么简单，有可能牵扯到……你马上把史君带入内室，只有你我二人，密审。是。这宅子到底怎么样？你倒是说一说呀！一看就是你选的。哼，你别以为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啊！你这是在讽刺我呀？没错，这宅子的景致吧是差了点儿，但我可是最了解你心思的。我费尽了周折给你找了这么个地方，你怎么没有半点感激呢？我谢了又谢，这还不算感激啊。不过这处园子，我还是要重新修整一下，要不然别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。我千挑万选，怎么会选了这么个地方？哎，不过就那一点好处，远远胜过10处美景。孟大哥，还是你最懂我的心思啊！我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。我说这个院儿的后墙怎么和靖王府的后墙隔得那么近？这中间是地沟阴渠，没有街道，四周树林环直。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宅子的正门分别对着不同的街口。你要不是跳到半空中，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两个宅子原来在同一个街区啊。孟大哥，那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跳上去发现的。真是让你费心了。哎，没事，我经常跳。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你找一个府上擅长种地术的人，直接挖通一条密道通到靖王府。这样的话，靖王就算平时不跟你见面，他也可以通过这条密道来跟你私会。你能换个词儿吗？史君已经进了京兆尹府，东宫的动作倒也不慢。接下来就看高升能够撑上多久，才能变成一个聪明人了。般若，本王这心里还是不太安稳。你说到现在为止，梅长苏算不算已经倒向我，要为我效力了？可是殿下送去的宅子，他到底是没收啊。你是说他仍然留有余地？梅长苏行事与常人不同，一般来说，他就算谁都不选，也应该两不得罪才是。但是细算下来，他好像全凭本心好恶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庆国公一案，他摆明了是偏袒原告；郡主那件事情，他又对乐嫔毫不留情。
如今这桩兰园藏尸案，虽然说娄之敬是最大一条鱼，但是毕竟两边都有人牵扯进去。难道他竟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度量不成？那个兰园藏尸案，到底是你无意中发现的，还是你故意抛出来的？你说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办事越聪明，我这心里就越不踏实。哟，给我的？你给，你吃吧。你不吃？非留给你的。不来，怎么这么酸呢？所以给你吃啊。不仅要测试我们的气量，只怕还有要显示他能力的意思。举凡大才，心思行事总有些古怪，最忌遇上小肚鸡肠的君主。他会想要试一下，倒也不奇怪。没错，若到了这个地步，太子仍然不改他礼贤下士的姿态，更有甚者，他再拿娄之敬为礼，表示他自己绝无偏私，那到时候，梅长苏心智再坚，也会被他所感动的。而一旦梅长苏为东宫所用，自然会先立下几件功劳，以补往日之欠。到时候咱们必然首当其冲。此人心计无双，绝不能让太子占得先机。若是殿下敢在太子之前得到梅长苏为手下，那么殿下可愿毫无猜疑，全心信任他？若连一个梅长苏都降不住，还谈什么雄图霸业？殿下果然胸宽似海。梅长苏要摆架子，本王就给足他脸面。你让我跟陛下去建议，让靖王去审庆国公一案。这事儿虽然成了，可我这心里不踏实啊。有我在，你还不踏实吗？哎呀，你做事我当然放心，我只是担心，他不管怎么做都会得罪人的。踏进这个圈子，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，就看这个案子办得值不值得。如果把这件案子办好了，一来可以得人心，二来可以树立威望，三来可以显示他的才干和能力。如果总是站在远处，便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存在。你做事一定有你的道理。哎，说起来也神了，我就按照你教我的话，一字不差地跟陛下说了。哎，他真的想到靖王殿下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皇上没有更好的人选，而且他没有那么疼爱景琰。啊？因为不疼爱，所以他不会在乎景琰去办这个案子会得罪多少人，会遇到多少阻碍，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所以才会想到选择他。既然这么难办，你还要他去做？这第一步他总是要踏出去的，只不过一旦踏出去了，就再也不能回头了。母亲小心。你已陪我一天了，不用送我进去了，歇着吧。是，母亲。苏先生受蒙大统领邀约出门，可曾回来？啊，早就回来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是什么人，竟敢夜闯谢府？拦住他！萧公子，黎舵主，苏兄呢？景睿，苏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景睿，算了，你还是别看了。看与不看，有什么区别？萧公子认识他吧？是我爹身边的一个侍卫。没想到这么晚，你还会过来看我。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安，所以过来看看。现在外面倒是安静下来了。偌大的侯府，半夜里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，竟然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听见。下雪了。如此雪夜，最适合杀人了。一整夜的雪，什么都能盖住，不会留下半丝血腥气。我今天去看了一处园子，是蒙大统领介绍的，在长治坊那边，地方还算宽敞，就是景致差了一些。正好让我重新设计，修整一番。我也该搬走了。搬走，是该搬走了。这雪路，苏兄是住不下去了。景睿，你就当今夜没有来过雪路，一切还是像从前那样。回去后别胡思乱想，免得让你母亲担忧。一切真的还能像原来那样吗？我不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杀你，可是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卷入金陵这个漩涡中来？你本是我最羡慕的江湖中人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在这世上本就没有自由自在的人，只要你有欲望，有情感，就绝不可能自由自在。可是，你明明可以避开他，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可以。你不是我，不要替我做判断。我明天一早就走。这些日子，多谢你对我的照顾。等我的刑具安顿好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欢迎你来。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在廊州一样。像那个时候的廊州。我作为两姓之子，
以往总是游历在外，清闲自在。可是如今，我父亲为了夺嫡之争，竟然在自己府中暗夜杀人。我身为谢家一员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谢家未来。景睿，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，你又何必烦扰？只要你可以保住本心，看得出对错，辨得出真假，又有什么难关是熬不过去的？就像外面的这场雪，越下越大，越下越猛。可是你我都知道，它终究是会停的。宗主，萧公子已经走了。对于景睿来说，这只是个开端。希望到最后他也能够挺住。13先生来了，是宗主您召他来的吗？好多年没有见到13叔了，难得今天雪路这么清静，快把他请进来吧。是。13先生，请。13叔，上天垂怜，让13今日还能见到小主人。只是看见小主人已无丝毫往日音容，13心里实在是难受。13叔，我来京城，为的就是龙争虎斗，搏一方天地。你不必过爱，虽然我容貌已变，但心志未改。13叔，当知我意。请，殷请。13叔，这些年，您和宫羽经营妙音坊，替我把秦般若的洪秀昭看得死死的，那可是帮了我的大忙。母亲泉下有知，也定当有所感念。禀告小主人，秦般若的身份，13已经查实了。恐怕他不仅仅是誉王的谋士吧？大人，进来。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夫人请您早点休息。是。你高大人，洪秀昭原本是30年前灭国的华族玄机公主所建，她临死的时候把衣钵传给了她的徒儿秦般若。这个女人的处事手法老辣多变，颇有玄机公主当年的风采。玄机公主素来擅长利用内卫来控制朝臣，秦般若也是如此。你的手下有没有查出有哪些人已经受到了她的控制？目前共有15位朝臣的姬妾都是他的手下，他建在各处的情报网也甚是缜密。不过宫羽已成功的在他的网中安插了我们的人手，
只要萧主任下令，13有信心可以摧毁他的势力。不用。秦班若是一枚很有用的棋子，我一定要留着他。有许多我不方便直接传递给誉王的消息，都由他来传达。天前山庄的秘密就是他告诉誉王的。秦班若聪明伶俐，心思细密，只因为我在暗处，他在明处，我才能在局势上压制住他。日后，你们若要放消息给他，内容和时机必须谨慎，切不可大意。是。原来姑娘是誉王殿下的人，下官失礼了。誉王殿下传下来的话，下官其实都明白，只是……高大人，您误会了。我深夜来访，不是为了誉王殿下，而是为了高大人您。为了我？大人为了内庄兰园藏尸案夙夜难眠，但终究难有两全之策。何不试着抽身退步？也许另有一番天地呢。东宫那边如此的关注此案，下官能怎么退啊？大人还真是当局者迷呀。既然大人手里已经有了史君，问出了人名，那么接下来的事情还不容易了吗？只是一个人名，如何交差啊？好不好交，大人细想想，自然明白。只要你肯把此案上交刑部，我想就算太子殿下要为难您，到时候只怕他也没什么办法了。哦，既已阅全，便当封卷，移送刑部。这烫手的火炭还不赶紧扔出去？难道要留着过冬吗？夜深寒重，外面雪又下得这么大，13叔，您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既然我在京城，咱们总有机会见面的。萧主任到这京师虎狼之地，一定是睡不安稳。这是宫羽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调制出来的安眠香，他知我今天来，特意托我带来。希望萧主任不要嫌弃他一片心意，临睡前焚上一片，做个好梦。您放下吧，替我谢过宫羽。好。那13就告辞了。慢走。还是宫羽姑娘对宗主最有心呢，总是想着宗主您的。早点睡吧。